欢迎来到慕课。今天我们谈一下互联网上怎么赚钱。其实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赚钱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怎么通过互联网去赚钱。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无非是电商，对不对？还有自媒体。以前 blog 好像现在比较难赚，因为大家写微博啊，或者是推特啊，还有做视频的、看视频的比较多，还有现在短视频的，像抖音啊什么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越来越难赚了。就是不管是你做电商或者说做自媒体，其中一个原因是做的人多了嘛，竞争力大了，当然就会增加你的难度。其实这个是跟自己的一些专业修养还有你的坚持有关，这是非常正常的，在一个市场经济里面也是这样，做的人多了，你自然而然的，你对你的专业程度啊什么的都要求就自然而高了，不像以前你随便发个视频好像都有人看。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许多平台上的一些自由度啊什么的都不够了，还有平等，对不对？自由平等，这好像是互联网的一个特质，但是好像现在离这个特质互联网偏离的越来越大。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互联网现在被一些巨头给垄断了。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是创业的、做项目的，特别会感受到这个，因为你好像做什么都做不过那些巨头，除非让他们去投资你，对不对？但是最后还是把你给吃掉因为他们的实力远远超过于你。当然现在做自媒体的或者是做电商的也有这个困难，是因为还有一个平台的上面的一些平等还有自由欠缺。那当然还有用户，当然对互联网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埋怨，就是好像并不是那么自由。你想发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你要看一些东西啊，有时候这个平台并不想让你看，也不想让你发，对不对？这是因为它平台的一些限制条件。其实也不是平台，因为现在的一些巨头都是一些公司需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需要靠一些广告主给它支撑，对不对？那你发的一些言论啊，或者一些东西啊，那些广告主不想让你看到，或者是不想让你发，那你自然而然的那些公司就不会让你去发或者是看到嘛，对不对？这是无可非议的。我觉得现在许多人去抱怨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好抱怨，因为你做一个公司，你也得服务于你的客户，你也得让你的客户去满意。谁让你现在许多用户，我们许多都是免费用的，其实免费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其实像百度的那个老总吧，李彦宏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如果你要免费用我们的百度，你就是要用你的隐私来换。那就很简单啊，你既然免费了，它需要盈利的，你不可能全给你免费，它需要有另外的一些支撑点，对不对？盈利点，那最大的盈利点就是你的隐私，那你为什么去怪它呢？因为你免费用了它嘛。现在许多人都说，那这个平台是我们大家撑起来，没有大家的用它的平台，怎么会形成它这么大一个巨大的公司呢？对啊，那你为什么去用它呢？互联网非常自由，你可以用其他许多平台也可以支撑，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用它的平台呢？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现在赚钱，互联网上 YouTube 上说赚钱的节目太多了，怎么赚钱，像怎么做电商，怎么做跨境电商，怎么做 YouTube， 怎么做自媒体，怎么去关键词怎么用啊，怎么弄，这太多了。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说这个。我现在想说的是，赚钱，我觉得需要一个公平公正和自由的营商环境。那既然为什么现在互联网这么难赚钱，是因为互联网现在缺少了一个非常公平公正还有自由度比较高的环境。所以你现在觉得互联网赚钱让你觉得越来越难，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但是不能怪罪于那些巨头，它是一个公司，它需要盈利，它需要服务于它的金主、它的客户，给他钱的，对不对？关键是我们自己应该就是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免费啊、免费使用啊、方便性。你有时候也得付出，因为你要追求自由平等是需要每个人去付出的。我现在想讨论的是
互联网以后怎么有一个发展的趋势？我觉得这个趋势，因为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肯定需要去解决。那怎么解决呢？就是需要每个在互联网上网的人，每个网民去努力，而不是你要去靠一些巨头公司去改变他们自己，他们是无法改变的。就像谷歌一开始他们也有会从一种人性的方面说不作恶，但是他现在也作恶了。这是公认的嘛，对不对？那许多人就抨击他，有什么好抨击？像 YouTube 现在许多人被黄标了，它是一个公司，他要去盈利很正常啊，对不对？他有他的选择，你也有你的选择，你为什么非要选择他呢？你既然选择他了，那你被黄标也无可非议，对不对？那以后我觉得想聊的就是以后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现实当中，就是即使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处在一个帝国时代。就是以前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个帝国时代，就是有很多的巨头帝国垄断着。与其说你现在离不开互联网，还不如说你现在离不开这些巨头。你现在所有应用的在手机上或电脑里上网的所有网站，大部分网站，许多 APP 什么的，其实都是这些巨头做的。有些不是，但是你去深查一下，都是这些巨头投资的。因为免费这个互联网的模式，其实把许多人都给圈进去了，以至于你丧失了许多的权利。那下一步，我觉得就是网民会应该去把自己的权利、自由、平等给找回来。在互联网上怎么找呢？其实这比现实当中更加容易一点。其实我们只要付出我们一点努力就可以得到。比如说你说 YouTube 上面不公平，对不对？那国内的网站我就不说了，我们说那个国外的还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的一个公司，对吧？谷歌做的 YouTube， 你觉得上面不自由？看的内容好像都是它是有筛选过，对不对？有时候有些内容被屏蔽了，做 YouTube 的人呢都有时候被黄标，这些人其实已经不在少数了。大家可以去重新组建一个平台。怎么组建？其实建立一个网站现在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现在以后的互联网不会再依靠技术去有一些井喷的发展了，再有新的技术也不会去促成一个大的公司有像谷歌这样一个大型的公司用技术，一开始是用技术去推进的，对不对？以后我觉得就是更加关注的，那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自由跟平等性。那你要去依靠一个公司去做这个自由平等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比方说，其实现在有许多免费的软件，我们就说像操作系统吧 ，Linux 对吧？大家大概不熟，许多服务器上装的95%以上都是 Linux 的，它是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它怎么会运营的这么成熟呢？而且黑客也用 Linux， 以至于黑客不大愿意去攻击这个系统，让这个系统给崩坏了，因为崩坏了，黑客也没得用了。你要做一个网站，其实它是靠什么去运作？是靠大家的一个赞助，对吧？我觉得以后互联网的一个赞助跟订阅是一个互联网的趋势，而不是靠一些大的金主或者像大的财团去投资一个网站去这么炒起来。一个趋势就是订阅跟赞助是以后互联网上的一个主流，不是免费。即使许多人，如果你要自由平等，而且保护你自己的隐私，那肯定是像 Linux 操作系统那些贡献者一样，去不断的去完善这个系统，付出他们的劳动，免费的情愿的去付出这些劳动。如果你是一个观众，你能看到自己想看的内容，那你就是要订阅或者是赞助，你得有一点点的付出。其实互联网上有一点点的付出就可以了，你不要那么吝啬。什么都不想付出，一直想免费，那就是像百度的李彦宏一样说的，要免费，那你就得用你的隐私去换嘛，对不对？你总归要付出一点的，对吧？所以有些人觉得隐私不重要，那也可以，对不对？那有些人是觉得隐私自由平等那重要，那我觉得就是以后的网站应该是大家的网站，由大家去共同去成立的一个网站，由大家去赞助的一个网站。符合大家需要的自由平等，而且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当然，这是相对的安全性，在不管是
互联网上还是现实当中，安全永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算银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那安全的问题也是要靠大家在慢慢的去维护它。所以以后的发展趋势，互联网为什么需要这个自由平等呢？就是为了我们能好好的赚钱，为了好好的能在这上面得到一个公平的起跑线、公平的待遇，用自己的一份努力，能够在上面得到应得的一份回报。不管是 App 应用啊、网站啊什么的，应该朝这方面走，肯定会有的。当然，那你在这种网站上，那你就是要有绝对的实力。你要做一个 YouTuber 啊或者什么，你就得有创造内容。现在有许多 YouTuber 也是搬砖的，这种以后肯定会没市场。大家竞争百乐化或者是竞争比较强的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这种其实是会被淘汰的。你许多人想偷鸡摸狗或者想很顺利的去赚钱，那是不可能的，也要付出自己的一份劳动。做自媒体也要以内容为主，而不是像许多 YouTube 上面介绍的许多捷径，其实这是没有捷径的。其实这个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呢，其实我也是从现实当中的发展趋势来总结的。其实你像互联网一开始跟现实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那个现实当中几千年的历程。互联网一开始从没有几个人浏览，没有几个网站，那时候零零散散的，就像一个蛮荒的荒地一样的。就像我们的地球上刚刚出现人类的时候，就是没多少，也没有组织，也没有群落，对不对？那后来慢慢的有了一些大型的网站，像新浪啊，也有出现了许多的论坛。其实就像现实当中的后来人们组成了许多的部落，许多论坛也起名叫部落，其实这也是从现实当中来的。那后来部落慢慢的那些小型的网站流量并不是对比现在来说是简直是太小的网站，那些网站慢慢的聚集起来，然后又被后来的像 Facebook 啊出现了之后啊，发生了一个战乱，大公司啊把一些小公司给吞并了，或者把它歼灭掉，或者把它并购掉什么的。就像现实当中，不管是西方东方都有的一些战国时期，对不对？强国把弱国吞了，然后大国把小国吞了。其实2000年的时候的互联网就是这样，跟现实当中差不多。然后慢慢的建立起了帝国，就像现实当中那时候帝国就是君主，那时候人民就是没有什么自由。那现在就是也一样，互联网现在就处于这个帝国时期，这些帝国他们是少数的一部分人组建的，然后多数的人只能在他们的压迫下行使你的权利。你想看什么，要由他们来说的算。并不像许多人说互联网跟电视不同，其实并不是，只是你大概那个手指比较灵活一点，可以点来点去。其实你有时候还是被绑架的，你有时候你想看的许多东西还是你看不到的。当然西方的公司像谷歌啊什么的还算好一点，因为他们毕竟处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中国的公司就不要说了，对吧？完全是一个帝国。像阿里巴巴完全是一个帝国，你没法跟他去讲什么道理。那以后互联网帝国就会慢慢的走向现在的一些民主制度，主权在民。许多人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就也是像现在一样，在互联网上觉得自己的隐私被窃取了，自己没什么权利啊，或者说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权利并不够，然后需要更大的权利。这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努力，你不能去靠帝国的那些管理者帮你去实现这个梦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正好卡在一个全世界大灾难的时候，疫情啊，或者中国有大水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在换代的时候，每个时代结束进入新的一个时代的时候，都会发生很大的灾难，其实是优胜劣汰。经过这个时期以后，我觉得互联网确实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网民会更加要求自己的权利的一个阶段。那以后的这个互联网呢，就是会有什么驱动呢？并不是以技术为主，当然技术也很重要。以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全民的文化跟信仰的推动。因为现在大家
刚刚开始全民的接受互联网，就是把自己的工作跟生活融入互联网，需要我们共建一种文化，文化需要全民的努力，形成一种共识，然后付诸于行动，才慢慢的形成一种文化，这才是推动互联网的一种根本。然后信仰其实就是督促你不作恶呗。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没有信仰的话，网民没有信仰，那你也无法去真正的做到一种平等。有了信仰，就觉得应该自己要付出，有付出才能回报。如果你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在互联网上一味的追求图利啊，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你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那你也会伤害这个互联网。当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话，所有的网民都这样的话，那你也没办法去实现互联网真正的自由平等。你最后只会被大鬼吃小鬼吧？你为什么竞争不过那些巨头呢？因为你也这么想，你跟他们的思想一样，你跟他们信仰一样，觉得也是这么做，各取所需。你想在他们那里讨到便宜，免费的在他们那里看节目啊什么的，多开心，对不对？只要宽带费就可以了，那你就无可厚非了。如果你有信仰的人，就知道应该付出，怎么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互联网接下去肯定是全民去共同努力征求自由平等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会爆发很多平台，这些平台将会超越现在的巨头。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像 Telegram 电报，它没有以盈利为主，非常的自由，也因为自由出现了许多不好的事情，所以要有信仰。如果你有信仰的人，会去做那些像电报里现在爆出来许多门啊什么的，这种事情你就不会去做了，对不对？所以文化跟信仰是以后网络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发展阶段，树立文化跟信仰。今天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吧，谢谢大家。